Hello， 欢迎来到达利 Life AI。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体验一款新的 AI 影片生成工具，它叫做 Luma Dream Machine。Try now， 要用 Google 的 account。一登录就是这个画面，它这边有一个显示说，因为现在的流量非常高，所以一天只能生成5支影片。如果是免费用户的话，那付费的用户的话会有比较优先的等候权。我们需要 learn more 吗？看一下会怎样。这边是一些 Q&A 问答跟指令有关的问题。梦想机器入门，欢迎来到 Dream Machine。我们整理此页面是为了帮助你 How to prompt。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不知道允不允许，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想做的事情太多，其实应该归纳总结出来，然后做成一个专门的影片。比如说这一集我们就是专门讲 Luma Dream Machine， 或者是专门讲Leonardo AI 的最新更新，像是 Phoenix 它有哪些功能如果一直都有在留意的，可能已经知道这些新功能，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为你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所以这一集当中，我想就是节目进行到哪里，我的操作进行到哪里，我的画面跟到哪里，这样有一点像是一个 live 形式的直播。我们今天要从无到有来生成一些影片，现在我们先尝试给它一个 prompt，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到我的 Leonardo AI 里面来，首先我们到 ChatGPT 里面，让 ChatGPT 给我们生成一些好的故事点子。我们想要生成一支比较长一点的影片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稍微可能说成故事连贯的一些场景。所以我想要请 ChatGPT， 我要想象第一个场景。我不小心按到 Enter 了，没关系，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说。一个特写镜头显示一个英俊男人，看起来忧心忡忡，似乎在思考，背景是黑色，凸显出他脸上表情。可以，他讲的蛮仔细的。这后面的场景感觉太普通了，也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一个可能不是我今天想要走的方向。那我们要再重新来一次，把这边拷贝一下，回来继续。第4个场景，6、7、8。我稍微描述了一下开头，然后让它往后延伸。接着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翻译成英文。第1个场景。今天呢，我们要用的是 Leonardo AI 的 Phoenix， 它出来的图片目前它是有一个特价时期，所以它用的 token 好像是会比较少，但是没有少很多啦。我现在是一次生成3张图，采用的是 quality 品质比较高的图像。Phoenix 有趣的是，你可以在生完图片之后呢，去做一些编辑改动，比如说到这个位置有一个笔的标签的位置这里。然后我们可以 edit with AI， 例如我们要在这个图片上面做出任何的改动吗？我们先来看一下。Maybe this one。我觉得就是同样的画面，可能每个人都是很凭感觉的。我们现在用的是，对了，提醒大家，这个 Phoenix 这个功能里面呢是不能使用现在除了直接生图之外，还有在这里选择一些设定之外，是没有办法去增加 element 的。将来或许可以，但是现在是不行的，所以是没有 element。如果你还是想要用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加入的元素功能的话，你要在这里。这是 Leonardo AI 的一个新的界面，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用过它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脸可能会挡住这个图片，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画面。好，那在这里呢，其实是可以去选择新的版本，就是让这个界面更简洁，然后好像你可以更快的挑选你要的模式。但是其实如果用习惯之前的，现在又要再来适应这个的话，是需要一点时间。因为你有时候你要选上去之后，你才会在这里看到它选到了哪些预设的模式、模板，还有风格等等。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这个Cinematic Keynote 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点一下这个位置，去回到写 prompt 的地方。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这个位置，去选择我们要的
风格的参考啊，然后人物参考或者是内容参考，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 element， 然后如果要看更多就点 view more， 要不要用 image to image？ 这个好了 ，OK confirm， 我要上传一张我的图片，找一张我的照片好了 ，OK， 现在我们的是有一个给他一个参考的角色参考图，我们再来试试看生成一次。我觉得如果一直用 quality 的话，我的 token 会用得很快，还是我要换成 fast， 这样子 token 会用的比较少。哇，这个是用了我的照片作为参考之后，它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指令是完全一样的，就是 prompt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只要给它了一个角色参考图，这是不是好像有点像我？我觉得这张可以，这有点恐怖片的感觉。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男人，这个的话画风瞬时改变。我们再来一次，如果是用 style reference，OK， style reference 来的话，会生成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直到有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再把模式从这个 fast 这里调整为 quality。如果是风格的部分，让它参考了我的图片，它出来的是这样子的效果。我们的 prompt 一直都是一样的，跟大家念一遍这个 prompt： 一个英俊男子的特写，眼神里满是忧郁和思索，眉头微皱，似乎在沉思着什么。背景是黑色的，微弱的灯光勾勒出他的五官。微弱的灯光。目前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是没有参考图片出来的效果，但是你知道，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你知道你可以创造不同的感觉。你可以从网络上随便去找一张照片，然后因为它生出来的结果还是会跟原图差蛮多的，除非你是用 image to image 这样，除非你是选择这个的话，它才会采用你原来的图片作为它生成的来源图，在你这个 prompt 之下，你可以生成看看会变怎样。其实应该要选这边要记得选择 match， 这边点一个 match 之后，你看这里的这样图片的大小才会跟你原图的大小是一样的。This is pretty cool。我的照片，这个让我想保存一下，蛮有纪念价值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墨镜有没有变得什么不同。这墨镜也是一样的。顺带一提，这个墨镜叫卡法眼镜。卡法眼镜，我会在说明栏的位置给大家优惠码。如果大家喜欢这眼镜的话，可以看下面的连结。我很好奇，如果我给它选择是 quality， 然后我们先生成一张就好了。这样子就对了，这个 quality 更好。它这次就有给我原图的大小，前面因为选的是16:9。所以出来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按照图片大小是这样的格式 ，I don't know， not bad， actually 很 man。我们要来回到 Phoenix， 然后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这个 Phoenix 的 preset 这里的刚刚选择的图片作为参考的来源就变成灰色的了，代表它已经不能使用，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以把它关掉了。因为目前 Leonardo Phoenix 还没有支援任何其他的扩充功能，例如使用来源的参考图片作为生成的参考图，这个是目前还不能实现的。我们继续回到16:9好了。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选择让 Leonardo AI 帮我们用文字描述形容一下我们要给它的图片档案。例如这张图片 Image too large, please use a smaller image。 那就让我们来到 Canva 的地方，然后让它给我们一个16:9。当我们把一张图片拖到我们的 Canva 上传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这样好。然后我们给它来一个 background removal。那接着我们就把它给存下来 JPEG。 我用这样子存下来，档案好小哦，可以帮我描述了吗？ OK， 当我们这样子给了他一张图片之后，他就帮我们描述出来了。哇塞，很传神耶，
肖像风格图像的特点是一个浅色皮肤和深色卷发的男人，他戴着黑色长方形墨镜遮住了眼睛，为他的表情增添了一丝神秘感。他的服装包括一件黑色西装外套和一件白色衬衫，搭配2条银色项链，其中1条带有圆形吊坠。哇哦，这个解释很详细耶。背景为纯白色，确保焦点保持在拍摄主体上，整体外观时尚现代，具有简约美感。挺简约的。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利用这个Leonardo AI 呢，我们是可以达到让它帮我们去形容一张图片，去描述一张图片。然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里点这个位置，然后选这里，你就可以去上传你的图片给它哦。每20天呢，它会给你将近1000个这个 prompt 的生成，你可以使用，让它去帮你解释你的图片，也就是每20天你就有1000张图片，你可以去要到他们的文字解释，然后利用这个文字解释呢，配上 Leonardo 的 Phoenix 这个功能，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片。哇，这个结果很酷耶！用我的照片去给它读取出来之后，再丢给它去喂出来的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给我一张图片里面有2个，但是这样子感觉还蛮时尚的，直接分镜给我剪好了这样子。Prompt Enhance 的这个地方，当我们选择 Auto 的时候，就代表在 Leonardo Phoenix 下面，有可能它会帮你去改变给它的 Prompt。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2段是不是完全一样？这2段完全一样，可能是因为我这里给它描述太完整了。如果我现在给它的是一个这么简单、很简短的一个 Prompt，就比如说现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只能想到这么样一个很简单的描述，那我直接去 Generate。第一张是这样，我再 generate 一张 ，OK，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这里有没有看到我给它的 prompt 是这个，但是在 generate 之后，它出来的是一个这么长的 prompt。没错，它帮你把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话，自动帮你变长了，而且每次都不一样，有点像掷骰子一样，抽盲盒一样，但是它真的是能帮你把画面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来对比看看这3张图片。OK， 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用我原先的照片，透过 Leonardo AI 跟我描述我照片的风格跟形象，然后它把它变成文字的描述之后，我生出来的图片，然后再来这张是可以看到一样是很酷。这个全部的东西，它的初始点是一张我的照片，然后接着可以衍生出这么多东西来，利用 Leonardo AI，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要换到别的图片生成平台了。这张照片也不错，那这里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签名还是什么，所以 maybe 我们以后如果要用这张图，就要把它移除一下，不然的话有碍观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变化出来的 prompt 是什么。原先给它的 prompt 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戴着方框太阳眼镜的男人。我们在 Leonardo Phoenix 模式之下，它可以自动帮我们把一个很简单的 prompt 变成在一张充满活力的电影照片中，一个神秘的人物笼罩在精致的气氛中，戴着有银色装饰的黑色矩形太阳眼镜，坐在轮廓分明的脸上，周围是一团乱糟糟的黑发，背景有金色的色调，带有微妙的焦橙色和绿松石底色，唤起一种复古魅力。当拍摄对象神秘的目光穿透镜片时，散发出自信和安静的强度，周围环绕着微妙的纹理，暗示着怀旧的模拟魅力。当然，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翻译的不是那么精准，大家就是稍微听听就好。然后，如果觉得不错的话，甚至都可以直接截图这个荧幕当中的 prompt 拿去使用。第二个，这个更酷的这张，我觉得这张更酷的这张，我们来看看它的 prompt 是什么。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以时尚的数位艺术呈现，自信地站在温暖阳光亲吻的城市背景下，戴着带有反光镜片的黑色矩形太阳眼镜，反映出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观。棱角分明的镜框突出了他轮廓分明的五官和强烈的下巴轮廓，周围是柔和的金色光晕，柔和的米色和银色色调，唤起一种精致和奢华的感觉，仿佛是从高风险的间谍惊悚片中摘下来的。微妙的质感和深度邀请观众走进他的神秘世界。这是这个我们原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戴着黑色长方形太阳眼镜的男人，他就可以帮我们变成出2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那第二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色我们有点辨识不出他是不是一定是男性或女性，或是很中性的一个人。他从原先a man 的这个简单的 prompt 里面，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去指定这次的生成当中是一个男生或女生，而是说他用的是一个 a figure 神秘的人物。所以大家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参考这个字，一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字。我们可以学下来，我们现在试试看利用它再来生成一个 prompt 会怎样。然后这次我想要的是它有一个具体的背景，一个神秘人在一个白色的背景中，然后墙上写着音乐会让我快乐。我们先看看如果单纯就这样一张的话，会这样子一个 prompt 会生出来什么样的图片。然后我们同时用这个，只要我们是在 Leonardo Phoenix 的模式之下，这个预设之下，然后我们如果这里有开 Auto， 它就经常会帮你去做一个变化，不一定是100%每次，但是它会很大的几率下，它会帮你去把你的 prompt 做更改。但如果我们把它选择 Off， 它就是会完全依照你给它的 prompt 去生成，它会依照你的指令去做生成，不会做任何改变。那如果我们把这里再回到提升我们的 prompt 功能，要不要打开？我们可以打开，点这个 Auto 这里，它就会以后自动帮我们打开。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Music makes me happy。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 Leonardo AI 非常厉害。你在里面的话，你可以给它文字，然后它旁边还配上了你给它的图片。哇，这个功能真的是蛮厉害的。刚刚上一张。这一张是 Leonardo AI 在我给它的 prompt 之下，它在自动去提升我的 prompt 所出来的结果。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另外一个功能。你看，我们真的今天要玩的东西玩不完，我们很快就又跑题了，因为今天其实还要做那个 Luma AI 的生成嘛 ，Luma 的 video 这个影片生成。那我们现在又沉浸在这个 Leonardo AI 了，真的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面的字体哦，如果我觉得太血腥了，怎么办？我到这里来 Edit with AI。OK， 我刚刚说，请把这个文字呢变得比较时尚，然后有一点芭比的粉红。OK， 我们试试看 Use Fixed Seed Generate 一张。这一张下面我们要让它重新去帮我们编辑哦。这一切，大家现在这一切我们都在 Leonardo AI 当中，是不是很棒？其实我为什么那么爱用 Leonardo AI， 就是我从很早就感觉他们真的很用心。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他们在绑定用户的这个绑定用户上面，他们做得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要时刻去更新，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被对手超越太多的话就危险。那这样对用户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它是非常对得起我们这些付费用户的，因为能持续给用户们带来一些惊喜，就算是小惊喜也会觉得很开心。何况这次这个应该不算是小惊喜了，这是相当惊喜。OK， 我们来看一下，在原先的这张图片的基础之上，我要它去做重新的修正，结果他给了一张这个好像是半裸体的感觉哦。Fashion is my muse， 他把旁边的字也改了。这个有一点就不是我原先所想的，但我们再试一次好了，再给他一个新的指令，请他换成粉红色可爱的文字，但不要改变人物。或者我应该要继续 Music makes me happy 写上去呢？记得要给他一个引号。我们来看这两张待会的结果，好可爱哦！这个 idea 不错哎，每一次都给我心目当中期待的结果，这件事上面还没有办法每次都感到很满意，但是每次都给我一些惊喜或 surprise 这件事情上面，我其实是相当开心的。Kawaii Tunes， 我们现在先去一下 Suno AI Create，OK。我们看看会出来什么结果，然后待会再过来。然后我们看第二张，旁边的图片也越来越潦草的感觉。总之，这个新功能是比以前好很多了啦。对，还记得我们去年一起在用 Leonardo AI 的时候，还常常在为那个里面生成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感到困扰吗？现在至少大家可以看，我们刚刚试了一下 ，Music makes me happy， 非常正确。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用漫画风格呢？你看，一个很简单一句话 ，prompt 又变得很长了。哇哦 ，I don't wanna work no coffee 。More 这个字不见了，对，我试试看把惊叹号删掉，然后让它一定要保留。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把 auto 关掉，我们把前面这整句都删掉。我们现在就只是要一张很简单的
我看它会不会跟我想象中一样，就是一杯咖啡，然后前面写着一个 I don't wanna work no more 这个字体，而且你还可以给它的字体设置一些特殊的需求。哦两个 I 等一下 I don't wanna no more work 变咖啡了 I don't wanna coffee no more， 但是这个整个风格出来是符合我那个感觉，而且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次看一张嘛，它如果一次出来3张的话，可能我们会同时看到比较多的选择啦。我们现在来到 ChatGPT， 如果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给它同样那张图片这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好，我现在请他从他可以观察到的图片当中的细节呢，帮我们制作一个提示，也就是把这张图片给用描述的方式描述出来，看看 ChatGPT 所描述的这个结果跟 Leonardo AI 的会有什么不同。现在我开一个文件，然后这个结果是 ChatGPT。这个是 ChatGPT 分析出来的结果，然后下面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图片，同样的一张图片，我们用 ChatGPT 跟 Leonardo AI 针对图片做出来的分析结果，中文的部分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如果是在 ChatGPT 当中，它的描述是一个中等长度略带波浪形的深色头发的男人的特写，他戴着时尚的长方形黑色太阳眼镜，遮住了眼睛，表情平静，嘴唇微张，脸上有浅浅的胡渣，穿着黑色夹克和白色衬衫，脖子上戴着2条银项链，一条带有吊坠，另一条带有更复杂的链条设计，背景是朴素柔和的灰色，突出了拍摄对象的特征和服装，整体造型现代时尚，带着一丝前卫的气息。描述其实差不多啦，都是有提到白色的衬衫，然后2条银色的项链，然后其中一个是有圆形的吊坠。Leonardo 是说我时尚现代具有简约美感，然后 ChatGPT 说是现代时尚带着一丝前卫，其实好像都是一种形容时尚的方法。OK， 我们来试一下 ChatGPT 的 prompt。那我们到 Leonardo AI 上，用这个 prompt 看看会生出来什么样的图片。因为这个 prompt 本身就很长了，所以 Leonardo AI 就没有必要在我后面的这个，它会自动去分辨就对了。如果你给它一个很长的 prompt， 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它就会照你原来给它的东西去做生成了。这个是用 ChatGPT 之后分析我的照片之后的提示词。那我们看看，如果是原来用 Leonardo AI 出来的提示词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们来再回顾一下，是这个。所以这2张的区别，在 ChatGPT 里面，它给我增加了胡渣的描述，对，然后在 Leonardo AI 的那一张里面并没有。接着我们到 Canva， 把刚刚生成的2张图片，我们抓过来对比一下。首先它们的格式是16:9 ，OK。然后这个是我原来的模样，可以吗？这样子，好，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样子看起来 Leonardo AI 的出来的结果跟我原先的角度啊等等是比较接近的，但它好像其实本来并没有特别去描述到角度吧，不知道是巧合或者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 Leonardo AI 出来的结果很不错。然后我们看一下肩膀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动作，它光是用描述给我出来一个几乎一样的动作。那这个的话，就 ChatGPT 出来的提示词跟我的结果其实也是蛮接近的，就是了。对，但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卡法眼镜，这个眼镜好看吗？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可以得到更多关于这个眼镜的消息。然后我们来。这个是 prompt by ChatGPT， 这个是 prompt by Leonardo AI，so very good。接着我们就应该要用这个 Leonardo AI 生成的这个 prompt， 我们来到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今天我们要来体验的。OK， 我们给它同样的一个 prompt， 先把 Enhance prompt 关掉好了。Go。接下来我们要生成的就是 AI 影片的部分了。这个那我们应该也要让 Leonardo AI 来给它 motion 一下，5好了，就这样也给它5。待会我们再来看结果。
现在我们在这个 Luma， 感觉有点久哦，据说好像是要2分钟的时间。好，我要打开码表，下一张图我要用码表来看时间。在同样的这个时间阶段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Canva 今天推出了什么样的新功能。我们可以来教大家平常如果你要怎么去做研究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这里先做一个截图，这段文字 OK， 然后我们来到 ChatGPT， 然后我们把刚刚截图的图片丢进来之后，请它翻译成，我们看看最新 Canva 的介绍功能有哪些，就用这个方法。您的光彩提升之钥已经到来，细小的变化改变一切。我们做了几个变更，升级的首页包含所有的内容、文档和更好的搜索功能。知识库将您的团队集体工作、设计课程整合在一起。焕然一新的编辑器，具备新的 AI 驱动功能和更好的评论体验。查看提升效果。如果您对运动后闪光灯敏感，请点击这里继续。应该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就是我要解锁。哇哦！Wow, that's cool. OK，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同。哇哦，感觉现在新版本的 Canva 会对用户更加友善，尤其是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会更加强大，可以让你施展更多的创意魔法。做文字的选择之后 ，OK， 然后他叫我们去点 H2。Try Magic Write, highlight the text. OK， 我们来试试看 ，Give it a try. Magic Write, more fun. 这太好玩了吧！再来一次 Magic Write. Continue writing. 然后看看他要说什么。我们现在是跟人交谈，可能有时候对方跟你讲的话都不是他自己过脑袋的。哇塞，这也延长太多了吧！这个功能挺不错的耶 ，Canva 可以透过刚刚墨镜男的启示，我决定让 ChatGPT 快速的帮我生成一个故事的大纲和几个剧本场景，挺长的。那我们就先事不迟疑，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故事大纲，直接复制到 Leonardo AI 这里，然后我们让它生成2个图片，16:9，我们试试看。我们用的还是 Leonardo Phoenix 这个模式。刚刚的图片转影片在 Leonardo AI 效果还不错哦。Nice， 这个也还不错。我们先看看刚刚的图片生出来的结果。哇哦！所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这次的海报吗？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那如果是电影海报的话，可能格式会不太一样，没关系，这2张挺有趣的。好，我们先将这2张保留，待会可能还会用到。OK，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Dinner， 为什么有那么多 dinner？ 而且还拼错。OK， 这个是还好，我们倒是可以用后期的方式稍微处理一下。我们来看这图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给它的指令。黄昏的时分。坚韧黑色风格的城市全景，是符合的。熙熙攘攘我是看不出来，但是空气中确实好像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聚焦伊森布莱克伍德，一名30多岁的男子，穿着一套利落的黑白西装，戴着黑色方形墨镜，带着目标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是没有看到人了。那我们可能下一个场景就会需要这么一个人。刚刚的 prompt 很长，所以它其实一般我们在生成这些图片的时候，越在前面的文字会占比的比重重要程度会越高。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要求，只要不是后面要补充的一些提示内容的话，最重要希望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东西，尽可能的放在前面来描述。好，我们看看如果今天的 prompt 是较为简短一点，黄昏时分，一座坚韧黑色风格城市的全景。OK。这次的 prompt 上面也有文字，是那种看不懂的文字 ，OK， 然后但是剩下的3张就是相对比较正常的那种。在这里把 prompt 打开来，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可能需要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先把重要的描述放在前面，依照这个原则。然后呢，我们再把后面的描述，关于这个场景的，算是背景的部分，我们放在后面。我们来看这样子的话 ，Phoenix 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现在都是在准备阶段，都是在准备场景的阶段。对，我大概要准备个5个场景吧。Wish me good luck， 我们就可以去 Luma Dream Machine 当中来生成影片。伊森的爱人，一位优雅聪明的女性，担任记者，透过回忆的温柔时刻，展现他们深厚的连结。我来还是试试看好了，看会不会出来一个不错的女性角色。伊森，我们看2个伊森长得是不是还算蛮接近的，是一样的类似的样子。这等于一张图里面有2个画面了。我蛮好奇，这种一张图里面有2张很真实的图片的话，它是不是同时处理2个画面，能处理的还不错。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很有趣。这个如果让它动起来，这个真的有符合到我们的描述。其实我给它的 prompt 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有打开 Leonardo Phoenix 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的 Leonardo Phoenix 很聪明的帮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 prompt， 从一个原先大家可以光是看字数就知道很简单的，变成现在这里这么长的一段。从原本很简单的这一串，衍生为这么长的一串，只因为我们选择了 Leonardo AI 最新的这个 Phoenix Mode 作为 preset，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最好的 quality。我们看看刚刚那张转为影片之后，哇哦 ，OK， 左边的图片果然完全没有动，然后右边是一个感觉好像很精彩的画面，只可惜后面全部都还是失真崩坏了，那台车直接消失于无形当中。这个是我们在 AI 的生成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所以这些影片基本上没有什么用。OK， 只能说就看个过瘾，看个感觉。在现在我们 AI 影片还在发展的这个时刻当中，看个感觉。对 AI 影片要生成出好的东西，真的是要尝试太久的时间。那如果会用电脑后期做动画效果，做出动态效果的人，可能做的都比这个好。我们这次数值小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2就行了。如果只给它2的话，可能只有一个微小的地方会稍微动一下，我们待会来看一下。然后下一段我们的 prompt， 我们来 Leonardo AI 试试看。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片确实比我原先的描述产生出了更多的情绪，而且符合它自动生成的这个延展出来的这个 prompt 这个指令。Ethan 的电影照片拍摄于光线昏暗的环境中，一盏孤独的台灯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Ethan 接到 Lila 绝望的电话，声音颤抖着诉说被跟踪时 ，Ethan 皱紧眉头，忧心忡忡。OK， 这个皱紧眉头、忧心忡忡的表情有出来，表情微妙，周围散落着纸和半空的咖啡杯，很符合一个人好像在工作的样子。透过被雨水浸湿的窗户，可以看到模糊的城市景观，唤起一种紧张感。这个图片确实很符合整个 prompt 的描述。然后我们也选择一张。他为什么2只手都在接电话？这个唯一美中不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透过这个 Edit， 我们记得 Leonardo 的新功能，在 Phoenix 模式下可以使用的新功能，给他一个改善的指令，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好了。只有1只手举着电话 ，Another hand on the table， 试试看。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复制这一串 prompt 的情况下，在一样的生成构图当中，想办法去生成另外一张类似构图的作品。但是现在就是要看看答案揭晓的时候，Leonardo AI 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做到？果然还是不行，但是有比刚刚好一点。这张图是可以用的，这张感觉比较像是真的在说话，虽然这个手指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奇怪，它还是崩坏在这个电话当中，不然就是这张。可能以构图来说，但是这个年代有谁还在用这种？不一定是这个年代的东西，而且这个电话也没有线啊。这张至少有个线，虽然不知道来自哪里，而且为什么有2条线。这张只有1条，但是来自下面也是蛮诡异的。然后这个手不行，我们要再改善一下。我看我能不能请他注意手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有可能没办法。很多时候还是不完美的，他就是还没有办法做。哦，太棒了！哦，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张可以做到我想要的效果了。OK， 就是它了。我们不犹豫，反正第一眼看上去真的就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是会习惯性的在 Leonardo AI 先生成一支影片，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它了。我们看一下它出来的结果，还不错。虽然手指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整体而言 OK 啦。我们现在就到这个 Luma Lab 里面，我会把我刚刚生成出来我觉得不错的图片先拿来试试看。我们直接把一张图片拖移进去，现在这个图片就在这里了。Luma Dream Machine 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再增加一张图片作为你要生成的这支影片的整个影片结束的画面，所以你可以设定起始画面，又可以设定结束画面，所以它会依照你这2张图像去做一个类似转场跟连结性。我们来看看会变成怎样好了。我们知道无法生成一支电影了，但我们应该可以生成一个类似预告片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一集，但是在我们一系列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具备了，明白这整个过程要怎么去操作，自己也可以做到。希望大家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陪我一起度过这个过程。我们的第2张图片是这张，我要结合刚刚那2个场景。OK， 我们刚刚是这张，我们选的是这张，它的 prompt 是很长的。最快的一个编辑方式，我发现就是打开这个Google Translate， 我们所有人的好朋友，是吗？是大家的好朋友吧？我们把这段 prompt 和我们把这2个 prompt 都复制一下，也可以点这里会快一点。我们在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一下，要不要 enhance prompt？ 可以，我们让它有可以 enhance prompt 好了。我们来试试看会怎样。刚刚 OK， 我们看刚刚的，刚刚依照我们的描述，它给我们的影片是怎样的？这是影片吗？选择 download 看一下，这是一个 MP4 档案。5秒钟的时间给了一张完全没有任何动作。OK， 我感到相当的失望。我要给他一个 no good， 他才能改善嘛。对 ，OK。待会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里的 creation 会怎样，我其实是非常期待的。因为 Runway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这种功能呢？Let's find out. OK， 我现在 log in， 我们来到 Get Started, Try it later。最便宜的月费方案是这样的，从第1章，然后我们给它第1章的描述。我并没有想要特别再加入什么东西，反而是可能要减少，以免它出错。Description 太长了，可以让它给我们一个建议。OK， 它会自动帮我们用到合适的感觉。然后我们来 generate，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进度条，整体而言还是比这个 Luma 友善许多。Luma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塞，好紧张。该怎么说呢？好，首先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这张图片就是这个画面这里啊。来再看一下它的转场，这个角度的画面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后面的烟雾感也没有特别多的变化感受，可能这个场景太空了吧，所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它能做的效果。但是我们来留意这个转场哦。OK， 这支影片其实做的比较好，因为它毕竟
真的有让人走过，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很多地方都不符合现实。首先这里2个人擦肩而过，手直接重叠，然后他的脸崩坏了，然后后面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然后也是穿越过去，从2个人之间穿越过去。OK， 然后这里我们看这里，其实还不错啦，就是不严格来说，它有一些地方做的还不错，真的是还不错。这个是 Luma AI 的效果，对，但是以这个转场来讲，好像就是一般般。可能我没有特别设计类似的画面吧，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过场的效果，它也找不出关联性，是这样吗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 Runway， 现在算是 AI 影片生成的老字号了。哦，这个好很多哎！你看后面的那个，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下载下来的影片格式呢，也比 Luma 的来的档案大一点。后面的烟雾有很好的烟雾缭绕的感觉，对，所以至少这个场景，我觉得整体来讲 ，runway 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啦，我不能因为一张图片就这样。对，但是好玩的是那个 Luma， 它可以帮你把2支影片结合在一起，可是这个效果就还好。我们再来试试别的图片吧。如果是这一张单独给 runway， 下一个场景做这个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一个场景而已，但是这2个场景的衔接性不是很好，就是了。好，我们让 Ethan 跑到 Lila 的家里面，因为他非常担心他。结果他过去之后，发现那个 Lila 的公寓被洗劫一空，然后留下了一张神秘的纸条。这个画面有点太多了，直接在帮我做分镜图吗 ？Phoenix 是不是很适合做这种 ？Prompt 里面说他透过回忆的温柔时刻展现深厚的连接。然后 Ethan 接到 Lila 的绝望电话，声音颤抖。我觉得它自动生成的这个 prompt 有时候还不错，但有时候挺无厘头的，就是并不是特别有逻辑。你肯定还需要，如果你很在乎你的 token， 你很在乎你的额度太浪费太快的话，那你真的是有时候需要字字斟酌一下。他说什么？墙上有很奇怪，那图片上有不明所以的字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 prompt 这个又是 prompt 的问题吗？房间一片狼藉，墙上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着一张神秘的字条。我们来换一下这个 Leonardo AI 的 preset， 不要用 Phoenix 了，换成 Kino。我觉得 Kino 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它可能会更接近真实的电影感。这个 Phoenix 还是太有创意了一点。每个 Leonardo AI 做给你的模板其实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功能。我们如果回来我们以前的这个已经变成以前了 Kino， 就是一个很电影场景的真实的场景吧，应该这样说。Ethan 在 Lila 的公寓啊，然后他去找他，然后房间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2个场景其实可以连接在一起。先是这一张嘛，然后是这一张。只不过我们的演员的脸会一直在变就是了，是有一点像，但是又不是很像，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其实是有别的方法，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方法，就是会让我们所有的增加流程的工作，从原本已经看起来这么又皱又长，到会更加长。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是想要这样子手工一步一步，虽然说是透过 AI 生成图片、影片，但是你还是要手工去给它很多很多的描述的情况下，其实这过程都是蛮冗长。但是我觉得这2张图片蛮适合作为过场，所以我觉得这2张图片或许在 Luma AI 会还不错哦。我们把它直接，然后再加一张。OK， 我们把这2张放进去，然后 A Man。OK， 我给他一个很简单的 prompt， 只是简单的描述这个场景画面，然后不增加太多莫名其妙的指令，因为我发现他通常也做不到。看一下 runway 给我们的结果。中间这个人完全没动，
OK， 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就是 Runway 比较保守一点，就是它是以实现这个画面的完整度，不要让它变得太多错误，但相对的就比较保守，这个中间的人物是没有动的，不像刚刚那个 Luma 生成的影片就有很明显跟人擦肩而过的部分，这个完全没有，也没有突然从后面伸出另外一个人，还不错。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Luma AI 是很夸张的动作，但是它是因为它处理了2张图片，这个就是 Runway 跟它的不同。我觉得或许 Runway 之后也会有这个功能，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这种功能，所以大家是真的能达到，就是在家不用出门拍摄，可能就可以慢慢完成一部影片。但是，这影片的质量就是还是需要提高啦。我们现在如果拿它来做一种 reference， 或许还不错。就是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想法的话，然后你可以用 AI 的方式去做出来，类似一个电影影像简报，跟你的客户或者是跟你的出资方提案。如果你有很好的想法的话 ，OK， 我们现在来看看 Luma 有没有把我们那一张生出来？有，哇哦 ，My， 这是今天最棒的一个影片了。虽然这个门有一点好像，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门的移动方式怪怪的，跟正常的门不太一样，但是它真的试图在帮你做这个影片的连续性，我觉得很棒。我们来看一下。图片是这2张从 Leonardo AI 生出来的图片，在 Leonardo AI 我们用的是 Cinematic Keynote 比较电影场景的图片，那它确实有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跟这个图片其实不太一样，对，它真的让这个人动起来。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是可以制造出一个连续场景的，哇，太好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结果，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确实，我们找到了